放箭！杀了他们！这帮乌合之众，还需合力一战。好，杨叔，替你幕虎师兄。是，大师兄。猛虎阵伺候。好。乱云流水无痕故，金刚琵琶为此君。阿弥陀佛。上。这是倭人使的忍术，把他救走了。难道天香教跟倭寇也有勾结？8成是这样。算了，跑便跑了吧。亮太兴不起什么风浪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好，走。几位师父出生入死，真是辛苦了。唉，幕虎的事啊，我也听说了。幕虎之死乃是为了洪州百姓，他永远与佛祖同在。张先生，粮草和军械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好了，我打算一会儿就护送到崖山。谢将军一定是等急了，那就麻烦张先生再辛苦一趟了。好。水，杜西，你醒了，来睡。快去通知谢将军，倭寇要攻打洪州。什么？倭寇要攻打洪州？他们给我下了很重的香毒，幸好我使用了你给我的锦囊，所以中毒不深。他们要攻打洪州。这些话都是我无意中听到的。主公，大赦有什么吩咐？一切按部就班，明军南北2路主力都被拖住，今夜我大军就将直取洪州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
我们明天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，进洪州城享乐去了。现在事情都清楚了，拼命接军饷、置我们于死地的就是那些倭寇，而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洪州城。他们是暗度陈仓啊！崖山和浙南的战事都只是掩人耳目，他们从东营调集的主力，企图直捣黄龙，拿下洪州。倭寇大军现在肯定离洪州城不远，咱们赶快把这个消息通知惠王和谢将军，告诉他们敌人的阴谋，然后咱们立即出发夜探敌营，希望奇袭成功，乱了他们阵脚。好，就是他们。好，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将军，事情便是这样了。杨大人派我连夜来禀报将军，军情紧急，杨大人已经和几位武僧前去阻拦倭寇了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是。报，将军，我等已按您吩咐，在沿海打探了1天1夜。今日黄昏，3艘扮作商船的倭寇军船已秘密由海路登岸，目测兵力近1000人之多，并且还不断地向洪州方向集结。看来这个消息果真不假呀。老夫连日来的疑惑也是对的。我们一举拿下崖山城，倭寇的主力却迟迟不肯出动，原来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阴谋。现在我们唯有指望杨树他们能够出奇制胜，多拖延他们一段时间。将军，咱们还是赶紧出发吧。即刻派人通知惠王，连夜回师洪州城。我会率兵在城外与他会合。今夜绝不能让倭寇越雷池半步。这是崖山城，这里是洪州城，在东南那些倭寇兵分2路，拖住了谢将军和惠王。由东营调集的精英部队会从这里直接上岸，然后直取洪州城。行啊，大官，没想到这领兵打仗的事你都分析得头头是道，真不愧是武状元。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对这里的地形当然熟知。他们都要打到我家乡来，保卫家乡可不是儿戏。那你说，咱们该怎么干？倭寇大军从各海岸线一登陆，肯定会连夜往洪州集结。如果急行军走到洪州的话，大概4个时辰，他们就能到城外的竹林，而那片竹林外不远，就是唯一的一个山洼。他们一定会在那里安营扎寨，等待后面人马。如果我们能一举把他们大帅给杀掉的话，他们就群龙无首，肯定就没有战斗力了。擒贼先擒王，道理是没错，可是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如果贸然行事，即便杀了倭寇头子，恐怕也难以脱身。可是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。如果让大军翻过此山的话，后面便是一马平川，洪州肯定会沦陷。这次我们一定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拖住倭寇，一定要给谢将军还有惠王时间，好让他们能回兵洪州。好，走。走。
你们看，是谢家军啊！谢家军，太好了！杨树出其不意地成功刺杀了倭寇头领，在先后赶到的两路明军合围下，群龙无首的倭寇精锐部队纷纷溃败，终于被全歼。大明军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抗倭以来的第1次大捷。咱们跟倭寇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打得这么解气啊！是啊，将士们严重了，起来说话，起来说话吧！来，接扁。还望将军能够继续留在洪州，城内的百姓都愿意追随谢将军。追随谢将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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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使百姓安居乐业，臣请求内堂拨银1万两，兴修水利，加固城防，同时建立募兵制度。若得恩准，不出3年，洪州定能焕然一新，而东南亦将重振，使百姓感念天恩，倭寇不敢再犯。臣朱宸君跪奏。念完了。皇上，念完了。惠王这封奏折，你说朕是准还是不准？皇上，奴才不敢妄议朝政啊。此非朝堂，但说无妨。是。启奏皇上，此次惠王和谢天顺联手取得洪州大捷，那可真是扬我军威，大快人心。东南百姓也是交口称赞，皇上神威所致，那是……行了，说点实在的吧。是。据奴才所知，此次惠王从水路进兵颇为顺利，最后的洪州大捷，从表面上看，
是惠王和谢将军合力而为。其实呢，主要是仰仗谢家军的声威呀。况且倭寇头目也是由武状元杨树和华恩武僧联手给剿灭的，所以惠王虽然英武有加，多少还是沾了谢家军的光啊。接着说。惠王新登王位，经此一战，在东南那威望可是颇高啊。惠王也是年轻有为，此次又奏请皇上为洪州的百姓免税拨银。如果他的奏请能够得到皇上的恩准，那么惠王便可借此凝聚民心，号令一方。皇上这样下去，那小惠王他岂不是……你说什么？奴才多嘴，奴才该死。你所说的这些，也正是朕所顾虑的。眼下倭乱已平，东南初定，朱宸君这个新的藩王，如果再掌兵权的话，恐怕会养虎成患。可是朕先前在朝堂上已经答应了他，如果他取得了胜利，便封他为兵马大元帅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历代藩王多数都有将军称号，此次可以根据军功大小进行封赏，就封谢天顺为荆海大将军，统领东南。至于惠王啊，就封他一个二品武威大将军的虚职就是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你去拟旨吧。遵旨。回来，传锦衣卫都指挥使马千秋觐见。遵旨。州什么事啊？杨将军，这是我在城外捡到的，据说是天香教招募教徒的传单。天香教？还能死灰复燃？这图上画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是说天香圣母练成了弥天大法，天香教正招募成员，要在今晚一起恭贺圣母。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画了几笔，能说明这么多意思？我们这几天都在搜寻那个什么天香圣母像，原来这是在暗中招兵买马。现在咱们一定要为幕府报仇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金波山会会那个妖婆子。什么？你说天香教的圣母是李银月？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这件事情我也不敢相信。这可真是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我反反复复地把这件事情都想了一遍，我想只有一个可能，肯定是倭寇扶持李银月当上天香圣母。没错，这些倭寇目的就是要把李银月还有天香教当做自己手里的枪。没错，他这个时候出来，一定是倭寇有新的动作。我受够了当这个天香圣母，我受够了当你的木偶。别那么大的火气，
大小姐，你别忘了，我是在帮你报仇。不仅我救了你，还把你推到一呼百应的位置上。可你又做了什么？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看到任何成果。风凉话谁都会说，可是你别忘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安排，是你让我成为这个天香圣女，就和杨叔、谢天顺他们作对。不怪，只能怪你自己。什么军饷、宝藏，我全都不在乎。我只恨之前有好几次机会，全让我的仇人给逃脱了。你太心急了。你们这里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你又何必如此的沉不住气呢？够了！我只想自己报仇，不想听你的使唤。这可由不了你。若不是我，你之前擅自闯进天香教的禁地，你早就被他们杀死了。是我和我的人者使出东瀛的人数，好不容易搞起打雷闪电、刮风下雨的奇怪天象，才让那些天香教的人都认为你是圣母转世，这样你才活了下来。我之所以三番五次的救你，那是想让你有更大的作用。小池君，这段时间你把李音乐调教成了一个忍术高手，辛苦了。是。他是天生的忍术奇才，我只不过在恰当的时机出现，帮助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武功罢了。以前教我拳脚的师傅都说我天资不高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你知道东瀛忍术的源流吗？东瀛最初是没有忍术的，所谓的忍者，只不过是一些贫穷的农民。农民？对。日本忍术流派众多，但有一点，忍术最兴盛、最强大的流派，都是来自于偏僻落后，甚至最贫穷的山区。东瀛经历了100多年的战乱，每一个诸侯都想独霸一方，甚至想雄霸天下。他们则对老百姓征收高额税赋。山区的农民虽然贫穷，但是身体强壮，动作灵活。他们的勇气，则成为他们在乱世里可以活到最后的唯一可能性。他们被当作斥候、奸细、刺客，甚至替死鬼，不断地被派往敌人的阵营里。只有最能够忍受痛苦和折磨的人，才能活到最后。于是，就有了忍者这个名字。各位谢家军的兄弟，你们很多都是谢将军一个村一个县亲自招来的，将军有没有亏待过你们？没有。谢家军的军饷，谢将军有没有克扣过好礼？没有。谢将军的升迁降罚，谢将军有没有徇私不公？没有。谢将军如今有难，需要你们报恩，你们有没有怨言？没有。天香教山寨地势险要，非常危险，你们怕不怕死？不怕。好，就让天底下的人都听见我们谢家军的怒吼。是。
痛苦和折磨是指敌人的刑罚吗？不，对于忍者来说，被敌人捉住，也无非是死。但忍者最大的痛苦和折磨，不是来自于敌人，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。日本大明和武士，在骨子里，还是把忍者当作异类来对待，需要的时候利用，不需要的时候就除掉。那都是德川家的旧事了。织田将军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有区别吗？忍者是鬼，都说人怕鬼，其实鬼更怕人，因为人比鬼更残忍。好！诸位大人，圣母，报好了，县下军已经攻上山了。谢天生不是已经被捉起来了吗？15状元杨树带兵已经突破3道山门，马上就要攻进山寨。怎么可能呢？上那3道山门的都是些废物。是县下军太猛了，他们完全不生死，天香要员全都被吓趴着了。小陈，马上带着你的忍者杀人队顶上去，争取撤退时间。本想陷害谢天顺，是天香教的教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皇帝老儿的手除掉这个眼中钉。可没想到杨树这个王八蛋半路杀出来捣乱，大意啊！我太大意了。看来此地不宜久留。不，你留下。难道主野大人要抛弃我吗？不是抛弃。我们虽然暂时要放弃金波山，但是你留下，会对我有更大的帮助。就像忍者对武士一样有用。你不是普通的忍者，杨树，他不会轻易杀你。你必须要留下来，而且要坚持到最后，让他把你救走。为什么？接下来就需要你演戏了。你会变成我在洪州城里最大的耳目，也是最关键时刻埋下的毒针，随时可以助我们东瀛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明白。二本杨大人，天香教众已经被打散了，通知外面的兄弟，不要放纵名号。是。二哥，你守住寨门。好。让谁杀了这个妖女！快！杨大哥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救你？我是来捉妖的。我不是妖，是倭寇。今日一战，全赖各位将士戮力向前，才得以最小的损失攻下金波山。哪里？
还是靠杨大人和诸位华安武僧打先锋，我们不过是在后面帮着收拾局面而已啊！大家都是为了救谢将军。王三将，你在外围守望，战况如何？说来惭愧，围山的人马都已尽力，但是还是有一队兄弟全军覆没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天香教的武器算不上精良，但是那一对兄弟身上的伤口全是金刚利器所致，很像是倭寇的忍刀。天香教徒中肯定有倭寇的忍者。关于倭寇控制天香教，我跟谢将军之前已猜到一二。不用猜测了，倭寇正是控制了天香教的所谓圣母，这才收服了天香教众为他们所用。哼，妖婆子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！诸位冷静，听他说完再做定论也不迟。哼！哎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说有话要对大家说，所以我就让他进来了。我在京城痛失父兄，本想落发为尼，了此一生，不料途中遇到倭寇掠劫，一路挟持到了东南。倭寇对天香教非常了解，知道天香教徒正在寻访圣母，不知为何恰与我形貌相似，于是倭寇便对我下了蛊，用迷药控制住我，将我扮作圣母转世打入天香教，成为倭寇控制天香教的工具。天不支持，胡说八道！你是华夏子民，怎能为虎作伥，攻了倭人使唤？我又何曾想过为倭寇效命？但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！小女子这么长时间以来所受的折磨，只是一小部分。他们还用酷刑折磨我的身体，用迷药控制住我的头脑，令我生不如死。我只是一介弱女子，只能委曲求全。倭寇操控天香教闹事，我虽然是被药力所控制，但手里毕竟沾满了同胞的鲜血，到头来也难辞其咎。但小女子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，为众位分忧。我已将此间的前因后果做下详细笔录，以证明谢天顺将军之所以受到诬陷，全是倭寇捏造假证、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。小女子此生颠沛，命运多舛，落入敌寇之手，害人害己。如今烟消云散，也没什么好挂念的，实在不敢再苟活一世。你不能吃，快传军医，让将军受委屈了。没什么委屈的，老夫自知没做什么亏心事，这不白之冤呐，总会洗脱的。嘿嘿，这儿也没什么不好啊，吃的不比军营里差。谢将军吉星高照，手下猛将如云呐，所以才能在一夜之间荡平天香教。皇上那是高兴得不得了啊！连声说，还是谢家军靠得住，谢家军靠得住啊！此次虽是虚惊一场，但是末将还是治兵不严呐，以至于攻势不利，平白的让皇上担忧。不，是末将的罪过呀！不，谢将军言重了，皇上对你那是知根知底呀。你的事情已经查清，那倭寇设计陷害，妖言惑众啊！现在冤案已经得到澄清了，皇上让你官复原职啊！
还是皇上圣明啊！义父，如果谢家军没有了您，还叫谢家军吗？说得好，义父，走吧。好，走。师叔，梁叔，你回来了。你师父和师兄他们呢？师叔，师父的马车在后面，半个时辰就到。只是有件事情，弟子要向您提前通报一声。快说，出了什么事啊？师傅，哎呀，只可惜我一个人不能拯救那位女施主的性命，还需借助师弟你的一臂之力。我已经用内力封住了那位女施主的血脉，明日辰时，血脉自会恢复运行。那时及你我二人的功力，当能一举逼出他身上的蛊毒。可是明天辛勇就要带着徒弟上山来比武了，盛会在即，师兄又是本寺的住持方丈，必须要露面的。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明早今后代表为师去迎接辛勇大师一行，好生招待。石虎，负责比武期间前山后院的值守。弟子遵命。亚柱，你明日就替为师主持比武大会，就以武状元的身份代表皇上观摩比武。这里的世俗身份属你最高，辛勇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快的。弟子遵命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和新一师弟大约在午时就可以解救那位女施主，之后为师自然会现身。师父，耽误了盛典，如果辛勇大师一再催着仪式开始怎么办？师父不必多虑，弟子一定会想尽办法拖延时间的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好了，你们快去准备吧。是。师兄是菩萨心肠啊，只是恐怕这次比武，名利本是虚妄，一时的风光和救人性命，孰轻孰重，师弟你还参不透吗？师兄说的对，受教了。迎西勇大师。你们的方丈心湖大师呢？弟子南华庵司徒金虎，奉住持心湖大师之命，在此恭迎辛勇大师法驾。好，师弟，哎，这个放这儿，放这儿，哎，对，放这儿吧。好了，快点，哎，那几个摆那儿，哎，对，快，搁这儿。哎呀，凳子，来，放好，哎，好，放好，哎，这样好。
别！好，给我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说你们会不会挂成这个样子？我来。哎呀，姑奶奶呀，你捣什么乱呢？你赶紧回屋去。我没有捣乱，我说你们这帮和尚整天除了念经之外，还会干些什么？连个慢着！哎，你看，挂鞋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的姑奶奶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赶紧回房去。北华的高僧马上就来了。北华的高僧来了也要把这个东西挂好啊。哎呀，跟你没关系，赶紧走。笑什么笑？干活！好。阿弥陀佛，女施主感觉如何？两位大师舍命相救，恩同再造，小女子感激不尽。好生休息几日，会很快恢复的。来人，师父，把女施主扶到后院厢房，好生照料。是，施主。师弟，好在你全力相助，否则差点功亏一篑呀。师兄体力可好？我算算时间，新勇他们肯定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但愿杨树他们能坚持得再久一些。阿弥陀佛。还没来，不知道。想不到龙山一别，哼，南华庵人才竟然是凋零如此。我们远道而来，全为了5年1度的南北华庵比武盛典。可是主持心湖大师却不出来主持盛典，也不尽地主之谊。哼，甚至连面都不愿意露一下。实在是愧对古刹。依我看，你们南华庵直接把舍利金匣请出来，交还我们北华庵，哼，供奉保管。这啊，谢文大师。在下新科武状元杨树，奉皇上口谕，前来观摩今日的华庵比武大会。官家客气了，请问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皇上素对华庵武学有浓厚的兴趣。此番我来九岩山，临行前皇上也特别叮嘱我，一定要向华庵高僧请教几番。在下鲁钝，也知当上进，以报效朝廷，所以还是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师一下。杨大人心怀社稷，实乃我大明之福也。如蒙不弃，还请大人垂问。
我是个粗人，华安武学和佛法密不可分，就算是问，也要有相当的修为，哪是我一介武夫3言2语就能问得明白的？不过皇命难违，那就请几位高僧不吝赐教一番，指点晚辈一二。自教不敢当，杨大人确实有雅兴，就让我的列徒陪你过上几招。景行在，你也是使剑的，那就用你的剑与杨大人切磋切磋吧。是。贫僧静心，所学乃是佛门菩提剑法，研习已有12年。大师，请。快去看看师傅怎么样。师兄，万米比武开始了，是吗？我想去看看，比武大会不看太可惜了。你忘了师傅叫我们来是干什么的了吗？女施主，你的洗脸水好了，过来洗把脸吧。2位小师傅别忙活了，今日是你们华安比武盛会，高手云集，定然好看的紧。你们要是想去，那就赶快去吧，不然晚了就错过了。我们是想去，就把方丈知道了，责备我们，还是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我现在大病初愈，最需要的就是卧床休息。可是你们2个在这儿，我既不能宽衣，也睡不了觉。若是让你们在外面守着，我也会过意不去啊。女施主，师傅叫我们来是照顾你，我们可不能离开啊。你们不说，我也不说，方丈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再说这比武盛会事务繁杂，方丈又哪顾得上你们？既然如此，那请施主好好休息。多谢2位小师傅，帮我把门关上。哎，好。哎，走，快走。静行比5年前进步太多了，这菩提剑法算是练到头了，兵器已经如此了，学教更没问题了。是，估计他果然不错。日月行3罗汉，新入口武艺精进，肯定不是我能比的。以静行现在的剑法，100招之内就能取胜，杨叔能支撑到300招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那是静行手下留情，毕竟杨叔亮明了自己的官家身份，静行不可贸然驳他面子。可是杨叔现在力有不逮，随时就要败下阵来。杨大人承让。不愧是华安高僧，果然出手不凡。既然遂了杨大人的心愿，那么今天这次大会也算不虚此行啊。遗憾的是，心湖大师迟迟不愿露面，实在是令人遗憾呐。大师莫急，
杨树领教了刀剑功夫，但是还没有讨教北华庵的拳脚功夫。杨大人，你刚才被静心一掌击飞，为何又说没讨教到拳脚功夫啊？师弟，不要蛮干。是，刚才你中了如来神掌，怎么还可以讨教拳脚呢？刚才静心师傅抓上我刀剑上的空子，只怪我的剑法不够熟练，败给了北华庵的菩提剑法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拳脚功夫就会输。如果师傅没意见的话，在下想讨教一下北华庵的大霹雳手。这个不知师傅意下如何？杨叔，你疯了！5年前他的大霹雳手我已经招架不住，你怎么是他的对手？别胡闹了。是啊，此言差矣。我这次来是奉皇上的圣谕，来讨教北华庵的功夫，并不想参与你们南北华庵比武。哪有什么对手不对手、胜负不胜负的说法？相互切磋，相互提高，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，心勇大师？这杨叔看来与南华庵是一世的，他拿着皇家的身份，我不得不优容他几分。你就上去跟他过几招，他已经受伤，只需把他打下场去，也就算完结了。是。贫僧奉师命与杨大人切磋，请。大师请。小心！这就是大霹雳手。傻小子，这哪是大霹雳手，这是易髓经。师傅，师伯。师傅，师弟，别来无恙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！师傅，嘘，我刚才在后院发现有个人翻墙进来，
然后我就一路追踪而来，就发现他来这儿了。在哪儿啊？就在那边啊，你快去看看。师傅，我刚才就见到他跑到这儿来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……哎呀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这塔林禁地有僧兵看守的，这贼人怎么会闯入呢？僧兵看守？可是我一路走过来，我也没见到有人看守啊。啊，也许他们都去看比武大会了。哦，这群小家伙，生性顽劣，开小差看比武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可是这地宫入口，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。这贼人又是怎么找来的呢？所以我觉得大师咱们不要再耽搁了，赶快去抓贼吧。我知道大师信不过我，但是新湖、新仪两位大师舍命救我，我就算是铁石心肠，也被几位高僧的慈悲感化。我是真的担心有贼人闯入华安禁地，对华安不利啊。如果师父还有疑虑的话，不如我在前，师父在后。走吧。不太对呀，如果贼人早有准备，定会带上火石、蜡烛之类的照明用具。这些东西燃烧起来，定然会有气味。可我觉得什么也闻不到啊。师妹，妖种出来！这不是来了吗？师傅。师傅的内力已经恢复了，竟然隔着我，硬生生的吃下了这一掌。为师哪有那个本事啊？今日失职的大霹雳手堪称武林之冠，恐怕就连心勇大师也不敢贸然一接呀。那我怎么会没有事情？那是心湖方丈用他易髓金功力，将掌上的内劲移往他处，你往脚下看。看来心湖师兄的易髓经是修炼到第7层境界了。今日你认为为师的童子功能否赢得了你心湖师伯？师傅，100招之内师傅胜，300招之内平手，500招开外心湖师伯胜。说得不错，可若我现在只有3成的功力呢？3成，那还怎么比啊？心湖师兄，比武尚未开始，你便自曝其短，是何缘故啊？心勇师弟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方才我姗姗来迟，是因为我在后院跟心仪师弟为一位施主治病排毒，内力耗得几乎是油尽灯枯，休息一段时间才能过来，所以来迟了，还请见谅。扶危救人，乃我出家人之本分。心湖师兄慈悲心肠，心勇，拜服。见师兄身体受损，功力未复，比武不妨推迟几日吧。那倒也不必，我这个体力3、2天是难以恢复的。即使心勇师弟不和我动手，我这几位不成器的徒弟也不可能战胜日月星3罗汉。我思前想后，决定还是把舍利金匣直接奉上。今年的南北华安比武，就算是南华安输了。师傅您不能认输啊！就算弟子不成器，也不至于不能一试啊！
是啊，师傅，是啊，师傅。如今天下危机四伏，东南倭寇尚未平定，我们华安武僧正是要解救生灵免遭涂炭、齐心戮力之时，刀枪无眼，拳脚无情，在比武中难免会有个闪失。平白折损了我们华安僧兵，即使是在比武中赢了，也是个输家。所以我南华安决定在这次比武中自愿认输，永不反悔。舍利金匣就此交于北华安，供奉保管。辛苦师兄，师兄心胸宽广，淡泊名利。虽然不愿争武艺高下之分，但是南华安诸僧的济世情怀却远胜我们北华安呢。今天的比武是我们输了，舍利金匣还是由南华安继续供奉保管。来日我们要共同见证凤宝入房一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师弟言重了。你悉心培育的弟子成绩斐然，贫僧心服。师兄若不嫌弃，我北华安愿为抗倭大业尽一份薄力。待凤宝入房一事之后，我回到龙山，即命弟子率领北华安僧兵前来加入抗倭义军。好，太好了！这下太好了！方丈，不好了，方丈，方丈，不好了，后山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走，出事了！走，看看，去看看。石虎，石虎，石虎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后山怎么看守的？我们几个想看比武大会，就偷偷溜了出去。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听见了一阵响动，就发现塔林的地宫甬道被人打开了。进去一看，石虎师傅，好了，师傅，看来是有贼人偷偷进入地宫，被石虎撞见，所以杀人灭口。师傅，那声音一定是石虎临死之前发出的警示，所以那贼人逃走了。力气怪凶，从伤口看来，凶手是从后面偷袭的石虎师兄，应该是甬道下寨，来不及躲闪。那也未必，很有可能是熟人所为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珠花，是女人发簪上的珠花。这华安寺里全是和尚，别说打扮了，连根头发都没有。这珠花很有可能是凶手在甬道里偷偷扔出来，吸引石虎注意的。你是说，石虎师兄死在这个珠花主人的手里？对，而且这个凶手就休息在后院的厢房。我知道你说的是离音乐，可是不能单凭一个珠花就能说明他是杀人凶手。你不信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找证据。林音乐，你给我起来，少给我装死！朵西妹妹，怎么了？说，是不是你在后山杀死了石虎师傅？我骨毒刚出，行动还不方便，你竟然诬陷我杀人吗？你少给我装嘴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要干嘛呀？跟我走，
跟我去后山说个明白。我身体还没好，怎么走啊？少胡装，走！哎，放开我！到底起不起来？放开我！跟我去后山！到底要干什么？跟我走！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是心急了一点，可是这华安寺上下只有她一个是女的。别忘了，还有你也是个女的。我又不带珠花。带珠花的女人多了，难道每一个都是杀人的凶手吗？李一月刚刚痊愈，连师傅都筋疲力尽的，那李一月怎么可能有体力去谋害他呢？石虎是被人偷袭的，利刃加身根本就不需要多大体力。如果李一月杀害了石虎师兄，那为什么要在地宫里？为什么石虎又会带李一月进地宫呢？说不定他就是故意来害华安的，刚好碰见了。如果他有力气杀害石虎师兄的话，他为什么不趁刚才师傅给他驱毒的时候加害于师傅呢？那这样不是对华安寺的危害更大吗？你只是用一些不相干的证据来证明你心里的怀疑，对不对？反正我就是不相信这个女人。但你有证据吗？原来有，现在没了。那没有证据就去找证据，找出杀害石虎师兄的真正凶手。林月，你这狐狸精，你这个妖婆子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露出马脚的。哼！女施主，小僧不便把饭菜送到您的床头，您还是下来吃吧。小师傅，石虎师傅到底怎么了？石虎师傅被歹人刺杀了，方丈说明日为他在塔林诵经下葬。为何歹人要来华安寺行凶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后山地宫有什么贵重物品，所以住持和师叔师伯们商量了，决定明天把地宫彻底封起来。封起来，那倒也好，一劳永逸。多谢小师傅替我送饭来。宁施主客气了。
够啊，鱼儿就上来了。我就知道师傅的死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系。李音月，你今天晚上偷偷把寺里给你准备的药倒进花盆里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那个给你送饭的小和尚是我刻意安排的，目的就是告诉你，地宫即将被封。如果你想到地宫里偷东西，那么你在今晚必然有所行动。李音月，你假装重度求救，处心积虑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些？没错。可是我们全心全力都在救你，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怪，只能怪你们太蠢。人呢？快，快搜，看人在哪儿呢？又是东营的人去哪儿了？没有啊，归到哪里去了？我早就对你说了吧，这是个吃斋的恶婆子，口素心不善，你偏偏不信。这下好了，又要她给逃了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但是，走。失败，一再的失败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还有立足之地吗？恕我的无能，都是这个谢天顺。自从他来了洪州，我们的处境就变得艰难了。现在那批宝藏又落到了谢家军的手里，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。忍者的精神就是永不放弃，只要还有希望，属下便会竭尽所能。谢家军的强大是我们的心腹大患，要想彻底改变局面，就必须杀了谢天顺。小池，该你出马了。明白。这件事情属下去办。不成功，便成仁。